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今天如果要你二选一，你要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呢？没有工作不就是失业吗？所以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了工作。但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真相啊，大部分人努力工作了一辈子，可能也赚到了钱，可是他们已经没有了时间去享受人生了。而有少数的人没有工作，比如退休的李嘉诚，比如说我的偶像富爸爸 Robert Kiyosaki。那我们这类人的想法是想尽一切的办法让自己没有工作。那如何才能没有工作呢？就是让无数的人为我们工作，让这些人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届时我们就可以选择退休，或者偶尔回公司工作一下也是 OK 的。那你呢？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啊，人迟早都是没有工作的，因为你要退休啊。而一旦你停止了工作，当你工作到60岁好了，然后你长命100岁，你还有40年的命，你工作了40年，然后准备要不工作40年，你只能靠你的存款度过余年。那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理财专家推荐你去买理财产品，这样才能为你没有工作准备啊。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用，但问题是你提早准备了这些钱，真的足够你退休吗？比如说你20年前为你的孩子买了一个学习基金，然后告诉你每年有8%的回报好了，而通胀每年我当4%好了，按道理这产品可以跑赢通胀，对吧？太棒了，20年后你的孩子就读不起书了，因为20年来美国大学学费涨幅超过200%啊，也就是说真实的通胀是比国家公布的数据夸张啊。所以投资呢，我只买升值和稳定现金流的东西，我只投房地产。那现在再让你选一次，你会怎么选呢？其实在定目标的时候已经决定了你的结果，我思考的是如何不用工作，而你是担心自己失业。无业游民并不是负面词语，因为另一面就是财富自由。而空手套白狼也不是负面词语，因为另一面就是白手起家。那今天我不单单把白手起家的方法告诉你，我还要让你拥有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思维。只要你看到最后，只要永远有人替你工作，那你失业对你来说真的无所谓了。为什么大家觉得《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很虚呢？而我却因为这本书开悟觉醒，悟到了从打工瞬间成为自雇人士，再成为企业家的方法呢？今天你会得到我的一切，所以建议大家点赞收藏，早日达到财富自由。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频道的存在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那首先，就算你现在是在打工，你也要先成为创业家和老板。什么意思呢？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啊，曾经去过保险公司实习过。当时有一个观点，至今影响我非常的深。我问你，如果你平时在一家公司打工，你会说自己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对吧？我至今也很认同。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你这辈子都很难有前途。为什么呢？当时这家公司里面的一个老大就告诉我，做保险就是在经营自己的生意。你叫扫地僧，你就是扫地僧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你现在只是跟一家上市的保险公司合作，代理他们的保险产品。很多人认为这是话术，这是在洗我的脑，他只是想让我为他卖命罢了。但入世未深的我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样的理论，所以这个观念深深地植入了我的潜意识。直到后来我去接触其他工作，我去面试，我都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企业，我认为自己就是企业的老板。而我面试的那一家公司并不是我的老板，而是我的客户。我用这种心态，在我大学的时候已经获得了很多不错的 offer。我在这些公司实习的时候，那些公司就说，当我毕业以后，只要我继续留在这里，他们就会直接给我一个 senior 的职位，因为他们觉得我跟其他来打工的实习生很不一样。而其实当时的我呢，在实习的同时，已经开始去注册自己的公司了，我开始做起自己的零售生意。后来再做起批发的生意，赚到了第一桶金。所以回想起来，成为自己公司的老板，我被植入了这个观念之后呢，我的人生就开始飞起来了。我把这个思维跟我的大学同学分享，他们至今还认为我是被洗脑了，而结果是他们每天起早贪黑，赚了几个月的薪水都不够我换一个车头灯。我没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实际上呢，是他们看不起我，认为我只是幸运罢了。为什么做保险、做地产的，有的人单靠团队的佣金都可以做到年薪过亿，而有不少人接触过保险这类销售行业几个月之后呢，
就辞职，然后去找一份稳定的文员工作呢？也是幸运吗？这是我观察到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我去问过无数成功的企业家，每个人在一无所有打工的时候呢，就不认为自己是为别人干的，他们把自己定位成老板，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我在你公司只是跟你合作一个项目，很多人认为这是自欺欺人啊。实际上，我在一个人没有员工的时候，我就去注册自己的公司，这是富爸爸教我的。因为当你拥有了一家公司之后，你都是先支出，然后剩下的钱才需要缴税。如果我不生钱，按道理我就不用缴税啊。而大部分打工的人呢，都是先缴一大笔税，剩下的那点钱才能放进他们的口袋。这右上角我之前的影片有详细的提到，所以无论是心态还是实际行动上，你都要把自己定位成老板。其实我已经帮大家从员工过渡到自雇人士了，就是这一瞬间，就是这一念之间的事情。只要你是为自己干的，你就是自雇人士，你就是自己的老板。现在很多斜杠族，他们的收入都比普通打工的人多，也是因为他们是为自己干的。我这个频道从一开始就只培养老板，不培养员工。如果你是用员工的心态去看我的频道，你永远都只能获得思维上的提升，但你的钱包不会涨起来，因为你的心还没有变。那如果你的心开始接受改变，开始愿意为自己干的话，我们现在就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自动化运营的企业？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你只是帮你的企业打工，赚到钱了，你就要拿出来养你的员工啊。虽然你是老板，可是你只是开了一家公司，然后自己在里面上班而已。你的企业少了你，就运转不下去了。而我们刚开始就说了，我们制造一个企业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让企业赚钱来养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只有那7到8个小时去工作，所以我们研究的肯定不是怎么做好我们的业务，而是如何把业务自动化。大家都吃过麦当劳吧？但你有研究过麦当劳这家企业吗？你有思考过为什么这家公司可以做到全世界每个角落吗？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很好吃吗？有2兄弟，他们为了要赚大钱，于是就创立了一个卖汉堡的店。他们一个兄弟负责做汉堡、薯条，另一个兄弟就负责收钱。他们把生意做得非常好，赚了非常多的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汉堡店跟其他的商业模式不一样。在国外，基本上你都要开车出去的。那你平时到一家餐厅吃饭，你又要找停车位，然后又要等餐厅的位置，结果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但这家麦当劳就不一样了。每辆车只要停在麦当劳的前面，这2兄弟一个就负责把肉片夹进去，然后就可以卖掉1个汉堡，另外一个呢就在旁边结账，这样1分钟就搞定1个顾客。这2个人就建立了一个速食的文化。现在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创业，认为创业的人就像他们这样很有创意。其实这2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前期租店、食材、装修等等都要投钱啊。然后就2人在这里每天起早贪黑的干，那么结果就是被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给吞并了。这男人呢叫可洛克，他是全世界企业家的梦。当时的他身无分文，干着销售的工作，一直没有起色。但这不代表他没有前途啊。他有一天发现了这家汉堡店生意非常的棒，于是呢就找了这2兄弟，了解了速食文化的商业模式。之后呢，他就干了一件事，他跟这2兄弟说，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们以后不用来上班了，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去海滩度假了，因为我每个月都保证给你们备用收入，而且这备用收入比你们现在拼命的干所赚到的钱还要多，你们是否有兴趣呢？那这2兄弟对看了一下，然后就说当然有兴趣啊，那太棒了，你们只要把麦当劳交给我全权去经营，告诉我这肉片怎么做，薯条怎么炸的，之后你们就可以去退休了，我免费为你们干活。那这2人就非常高兴的把经营权交给了可洛克。可是可洛克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汉堡，从来没有炸过1根薯条，他只是请了一些人来，然后把做汉堡、炸薯条的技术系统化、流程化的让他们去做其中一个工序，也就是经济学里面的分工。因为分工，所以制作1个汉堡的速度就更快了。以前可能要1分钟，现在只需要10秒。麦当劳的利润呢也迅速的提升，然后他把赚到的钱在月底的时候发给了那些员工，还有麦当劳的2兄弟。
那他自己怎么赚钱呢？别忘了他是销售出身的，而整个企业商业模式呢，就是他的产品。他把这个模式推销给其他的餐饮店老板，跟他们说，你们呢就不要这么辛苦了，只要你们愿意加盟我的麦当劳，你们就可以按照我的模式和方法轻松的开汉堡店。我会帮你们聘请一些人跟我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也会帮你们进汉堡进原料，你只需要付加盟费，然后什么都不用管了。当时这些餐饮老板也没有选择啊，因为他们不这样做也会被麦当劳淘汰的，所以很多人都愿意付他钱，不停的有人加盟，全世界找了一大堆人来开麦当劳啊。那整件事呢，后人看起来就觉得可鲁克很邪恶，首先吞并了麦当劳，然后又去忽悠了其他的餐饮店加盟。但其实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整件事，麦当劳兄弟什么都不用干，就赚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钱。而这些准备被麦当劳淘汰的餐饮店老板呢，他们不但不用被淘汰啊，而且还不用自己去打理。可鲁克只是把整个素食文化加上了商业的性质，这就是商人，每一方都得到了便宜，但商人呢却还是要被骂。那这套模式很困难吗？如果说现在你让我去开一家餐厅的话，我觉得比这套模式更困难。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已经有规模的餐厅，比如说一些夜市的家族小店，你去说服他，然后再说服其他的餐厅加盟，你就只做中间那个人，是不是简单多呢？不一定是餐厅啊，事实上现在我自己就算有这套模式，我都不会开餐厅的。开餐厅的人都知道，看起来赚很多，实际上支出也很多啊，而且时间也没有了，到头来能进去口袋的钱被一个疫情就要吐出来了，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要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啊！我们选择项目的时候，必须要跟着趋势去走。现在是轻资产的时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告诉我要先拿出一大笔钱出来创业的项目，我都不会干的。为什么？因为互联网送给我们的礼物就是零成本的去创业啊！我真的已经不知道怎么表达了。为什么全球的富豪越来越年轻化呢？就是因为他们懂科技。而为什么他们懂科技呢？就是因为他们平时喜欢上网，而上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的。换句话讲，只要能够在网上赚钱的项目都是暴利的项目。为什么？因为你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利润，而且是自动流进你口袋的利润。那这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你不知道要干什么怎么干，我直接私下为你准备了一个免费培训，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连接，这里面都是我本人创业以来发现最适合每个人的项目。而且当你报名之后，我们还会把刚才所说的坐享其成的商业模式免费的邮件给你，让你身边的精英为你打工。但这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准备啊，所以唯一的门槛是不能重播，还有人数的限制啊。好，那大家现在知道做业务和做企业的区别，如果你的思维能跟得上，接下来的我敢保证$10,000都未必能够学到。很多人觉得《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很虚，就是他们觉得这本书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方法。其实你必须要把整套《富爸爸》的系列都看完，因为来到了这个层次，你要学的就不是方法了。普通人喜欢学方法，就好像数学学得很普通的人都喜欢听方法，他们喜欢你直接给他公式，给他答案，然后他们听懂了以后就豁然开朗了。但这样的人呢，永远都不会成为高手。真正的高手都是去理解公式背后的思维模式。为什么我要把整套《富爸爸》系列的书都看完呢？而且还要看很多遍，看到想要吐为止。因为这样的我才能理解作者是怎么看问题的。要建立自动化运营的企业，需要3个元素。那大部分的人一听到元素就觉得很虚。其实如果你真的像我一样照着去做，你会发现这就是真理啊。我自己研究过李嘉诚、马云这些人，可以说研究得非常深了。为什么他们人就一个，但他们的业务可以遍布互联网、港口、零售、基建、能源、电讯等等呢？我从他们的演讲以及自传发现，他们的企业都有富爸爸的这3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叫使命。使命这2字听起来好像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也觉得很难的落实。事实上呢，每家好的企业
都必须要有使命，因为使命就等于了你的定位。当你有了使命，你才能够号召更多的人，而这些人就是你的顾客，又或者是你的员工。认同你企业使命的人呢，就会愿意为你的产品和服务买单，又或者愿意跟着你去干活。我们去看一下比尔盖茨在创办微软公司的时候，他首先是因为有了一个使命，他看到未来全世界每一个工作台前面都应该有一台个人的电脑，于是他的使命就是我要为每一台电脑设置最好的办公软件。那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使命的号召，让比尔盖茨招揽到全天下开发软件最顶尖的工程师，到他的公司为他工作卖命，也因此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呢都去使用 Microsoft 和 Windows 的系统。那马云呢，他说要让全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当时全世界都觉得他是在吹牛，可结果呢，有18罗汉跟着马云把阿里巴巴的平台创造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蔡崇信的人，放弃了100万人民币的年薪，去跟着马云实现使命，然后马云成为了当时的中国首富。其实现在创业就跟以前打江山是一个道理，以前刘邦就是一个卖草鞋的，但他拿着一个幸福汉室的使命，就吸引了无数的人才为他干活。那我用自己 YouTube 这个项目举例，我的使命就是要去培养老板、企业家和有钱人，让大家早日达到财富自由，这是我的初心。这样我就吸引到很多很上进的兄弟姐妹过来学习，也就是你们。而我更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我的团队，他们不是为我卖命，而是为这使命卖命，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伟大的创举，他们可以在我的带领之下帮助更多的人去获得财富。所以虽然说商人都是唯利是图，但你看很多人都因为想要赚钱才去做企业，但这些人不但没有赚到钱，还把钱亏了。你越看重一件东西呢，你越无法得到。就好像今天你想要追一个女生，你把她看成是女神，你永远都无法得到她，你永远都只是一个给她上供的人。一家伟大的企业呢，必须要对这个社会和人类的进步有价值啊，而赚钱只是顺带的结果罢了。这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各位。很简单，你去看看餐厅就知道，普通的餐厅就想让你在他那边吃饭，就想赚你的钱，结果就是在疫情的时候被淘汰。而真正能成为100年餐厅，比如说日本的那些，都是有使命的，我要把那面最好的味道传承下去，所以这才叫做创业啊。别以为你去开餐厅就是创业，然后失败了就说创业很困难，实际上呢，是你把创业看得太简单而已，看到了商业模式，但看不到本质的使命。所以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就认为每一个创业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使命，你到底为了什么才创办这企业啊？假如你的使命定位错误或者不够明确的话，你都不适合当创业家。因为在创业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质疑，有了使命，困难就说不上了，因为使命感越强的人呢，困难都不是事了。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去跟别人说过创业很困难，因为在我的内心当中，创业就真的很简单。我年轻，我跟你耗一下就挺过去了。所以记着，偏离使命的企业呢，就会灭亡。所以我一直秉持的初心，要以民为本，是你们才成就了我30多万的订阅，所以我才创立了免费的培训，给各位去了解我创业的看法。好，那建立自动化运营企业的第2个元素就是团队。我以前打篮球的时候就不喜欢传球，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可以拿到很多的分数，但最后球队还是要输掉比赛的原因。我当初以为篮球就是把球砸进去篮筐就对了，于是我就不停的去提升我个人的技术，跟 Allen Iverson 和 Tracy McGrady 去学习。女生可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都是 NBA 的得分王，但他们从来没有拿过 NBA 的总冠军。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另外一个偶像 Kobe Bryant， 他以前也不会传球，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很久都没有拿过 NBA 的总冠军。随着他的教练把三角战术引进了球队， Kobe 开始跟队友打配合了，结果 Kobe 再次的获得 NBA 的总冠军了。那一刻我感动到要哭了，我才发现当初的我是一个人对抗一个团体，那这有赢的可能吗？尤其是我们搞企业的，商业活动本身呢就是一个团体协作活动，用学校话来讲就是要作弊啊。
富爸爸说，在学校里面考试，我们当今的教育制度呢，最看重的就是个人的能力。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要企图的去合作，就会被称作是作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社会上无法赚到大钱呢？因为他们太喜欢单打独斗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们不会合作。小时候在学校里面没有被训练过合作，你去合作反倒被老师骂成是作弊，对吧？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呢，只会自己单干。我们出来干企业的，每天都在考试啊，而我们的利润就是我们的成绩单。但商业社会没有学校那些规则，你必须要作弊，你必须要拥有一个团队，你必须要一帮人去搞一个企业。这点我在没有什么钱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断招人。那没钱怎么招人呢？找合伙人嘛，找销售员嘛，给他们分享利润嘛，对吧？没有底薪的工作，有没有人跟你干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能力最强的人都不要你的底薪的。比如说你的底薪$5000，但他每一个月只能拿5000，而如果没有底薪，他可以拿利润的10%啊。他帮我企业赚100万，他就可以拿10万了。别舍不得，你必须要把钱分出去，你才会吸引到更多的钱。这点很多普通人呢就已经无法理解了。而团队就是一家自动化运营的企业的核心。你没有团队，谁替你解决问题呢？一家公司有财务的问题，有产品的问题，有销售的问题，都是你一个人干吗？很多的老板朋友，他们都跟我说自己高不成低不就的。我分析他们不是说不适合创业，而是说他们不懂得把手上的活分给下面的人干，以至于呢，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企业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方向。这个时候你就会说，扫地僧，我想不到创业的方向，我没有经验，没有想法，我都不知道要干什么，更不用说想出创业的方法了。所以你需要一个老师，你需要一个可以复制、可以套用在你自己身上的系统。而如果你相信我是这领域的专家，你一定要走进我的创业商学院。为什么你需要一个系统呢？因为就跟麦当劳一样，这套商业模式是可以科学的复制到你的事业上面。我会永久的、直接的告诉你，如何透过 YouTube 这个平台，让你从边打工边副业，到挑出来自己当老板，最后建立起自己的团队，建立24小时自动化运营的网络赚钱机器。我会永久的、实打实的、手把手的，把我研究可执行、可操作的方法，做什么和怎么做，直接告诉你，永久更新啊！你如果现在相信我加入，除了前期的优惠以外，我还会送赠永久的财富自由品书会的会籍，里面除了可以听我团队分析书籍以外，我本人目前已经在里面把销售、地黄术等等的创业技巧放在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富人群组，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分享第一手赚钱资讯，以及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上加入啊。那第三个最重要的元素，也就是领导力。以前长辈教育我们不要去使唤别人，这是不好的。对啊，他们那一代的人基本上都是平民，平民使唤平民的确不合适。在以前呢，权力极度集中的时候，能使唤别人就只有当官的、当皇帝的。那时候权力就是你要替我工作的原因，你没办法反抗。而现在自由的社会，物质丰盛的社会，老实说，你说你穷，你都不会穷到哪里去，你最起码不会没有饭吃啊。所以有钱都未必使得鬼推磨啊，有些人真的用钱都买不到，尤其是人才。其实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如今你用钱去使唤别人，是最低级的领导管理方式啊。那我自己呢，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很多社团，当主席这位置大家都推来推去的时候呢，我就去争取。因为当初的我就是看了《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我必须要找一个地方去训练我的领导力。其实当时的我跟富爸爸一样，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说实话，一大群不认识的人出去吃饭，我都不敢夹菜那种。但自从我当上一些社团的主席之后呢，没有办法，我没有退路，我必须要让我的社员干活，让他们服我。所以我看了很多不同的管理书籍，西方的我推荐德鲁克的书，西方着重制度，但我觉得西方的都不够我们华人的智慧。我认为地黄术才是最顶尖的管理书籍，我推荐大家看一下《资治通鉴》。因为人性的权术的运用呢，我觉得才是至高无上的管理术。因为你要让人才为你去干活，你不但要利诱，更要让他们对你又敬又怕，更不能让他们的权力独大。这点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所以第一件事，你必须要让你的心态转变过来，从为别人干变成为自己干，而且你更要让别人来为我们干。只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自动化专业企业，你才可以财富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拥有3大元素。第一，使命，你要定位，这样你才能吸引到你的顾客和人才。第二是团队，要让别人为你干，你必须要有人啊。第三是领导力，要自动化运营，你必须要管得住你的人。而如果你没有项目，你一定要报名我的免费培训，我会在里面给你方向。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呢，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拜。